嗨，我是于哥。19世纪的开尔文勋爵曾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觉得原子也许是打结的以太线圈。当时人们相信宇宙中充满一种叫以太的无形介质，而开尔文认为，如果这些以太线圈缠绕成结，或许就成了不同的元素。但很快，这个结理论被推翻了。我们知道原子是由电子、质子、中子组成的，跟打结没半毛钱关系。然而，科学的命运总喜欢兜圈子。150多年后，日本广岛大学和庆应大学的物理学家重新拾起了结的概念，只不过这次他们不是在讲以太，而是在讲宇宙的本质结构。他们发现，在粒子物理的真实框架下，宇宙确实有可能在早期打过结，那些结甚至可能决定了我们为什么存在。根据他们的理论，在宇宙刚诞生后的一瞬间，空间中充满各种能量场，这些场在极高温的沸腾状态下交织缠绕，随着宇宙冷却，这些能量场会经历相变，就像热汤突然结冰一样。但冰冻不会那么均匀，就像冰箱冷冻的时候会出现裂纹，宇宙的冷却也可能留下丝状的缺陷，物理学家称之为宇宙弦。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研究者发现，如果两种不同性质的弦，一种带磁场的局域弦，另一种不带磁场的超流弦，在空间中互相缠绕，就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能量结，它们称之为结孤子。这些结不会轻易散开，就像耳机线打结之后怎么甩都解不开，它们能在宇宙早期中暂时主导能量，形成短暂的结主导时代。宇宙起初应该同时产生物质和反物质，按理说两者会互相湮灭，只剩光。但现实是，我们身边的一切，从星球到身体，全是物质，反物质几乎不见踪影。这就是物理学里最难解的谜之一。宇宙为何偏爱物质？研究团队的答案是，因为那些宇宙之结的溃崩。这些结虽然稳定，却不能永恒存在，它们最终会通过量子穿，一种粒子穿墙而过的幽灵般过程逐渐解开。当结崩溃的时候，它们释放出巨量能量，并生成一种特别的粒子，右手中为止。这种神秘的幽灵粒子极其微小，几乎不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但它的衰败却带有迷妙的不对称性，它稍微偏向物质方向。这个微弱的偏好最终让每10亿对物质和反物质中多留下1颗物质，那一颗就是今天的一切，星球、星系乃至我们自己。正如研究者幽默地说，这些结是我们的宇宙祖父母，结留下的宇宙回声。如果这套理论是真的，它不仅解释了物质为什么存在，还留下了可以验证的痕迹。当这些结主导宇宙能量时，它们可能对时空造成扰动，产生独特的引力波背景。这些波就像宇宙婴儿时期的呼吸声，虽然微弱，但却可被未来的引力波观测器，如欧洲的 LISA、美国的 Cosmic Explorer、日本的 DeSigo 等捕捉到。研究者计算后发现，这些结时代的引力波会在特定频率上出现细微的倾斜，就像一首曲子中隐藏的和声。如果这些实验未来真的听到了那种音调，那就意味着宇宙曾经真的被打过结。科学的浪漫就在于这里。开尔文的以太结二土曾被笑作仿想，如今却在量子场论的方程中变成了解释宇宙起源的关键。研究者 Munato Nita 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粒子物理模型中看到结可能在物质起源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宇宙也许在被打结和解的过程中决定了存在本身。如果未来的引力波实验验证了他们的推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宇宙的第一个创造动作不是点燃，而是打了一个结。我是于哥，欢迎讨论科学内容，我们下期见。